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昨天我们在接后面排污管的时候啊，就发现整个这个公用卫生间，太窄了。我们就想到把整个堂屋这边呢占用一点点的空间，然后呢把卫生间加宽一些。所以呢，背后的整个这些幕墙板都要拆掉了。现在师傅就在后面做工，我就带大家来看一下。木房子的装修全部都是榫卯结构，所以我们在拆这些幕墙板的过程当中，首先要把正方和横方拆下来，然后呢，木板才可以拆下来。整个后面的幕墙板一会儿的功夫啊，就已经摘下来了。这边都是松木，房子建了几十年的时间。我们拿尾，万一搞得牛尾狗了，没修我们当拿住，给老爹的花的花呢？当这边的住户了。上面呢，这个位置啊是有点腐烂的，所以我们在拆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一点。小心上面的房子是掉下来。这块房子啊，全部烂掉了，现在没用了。我们要把整个后面的卫生间呢扩建一点点，要占用堂屋大概4到50公分左右。可惜啊，背后的这块地不是这户主人家的，要不然呢，房子重新改造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整个堂屋呢，以后都不封了，这边可以直接进入后面的院子。很可惜啊，背后的地不是我们的。实际上，我们在这边做一个卫生间呢，也是为了防止内部的房间好使用，也可以在那边的偏房建卫生间的。但是呢，这2个房间啊，用卫生间就非常的不方便，包括2楼啊，以后用卫生间也不方便了。我们只能选择在堂屋的背后来做一个卫生间了。改造房子，我们讲究的一个原则呢，一切都是为了生活起居更方便一些。这外面先拉一条线，那这条线呢就是封砖的位置。这些啊，好，也得。做这个卫生间，我们事先要把所有的管道预埋好，然后呢就要做硬化。这些都是青砖，我们先给它放在这边，可能在我们改造房子的过程当中还用得上。里面的这些幕墙板，我们就给它全部保留起来了。后期呢，打磨上油漆就可以了。这边的边线我们已经拉好了，现在用尺量一下，里面的空间预留个1.5米，所以我们现在是量1.7米的尺寸，大概就在这个位置，会占用了将近40多公分，50公分左右。这个对于堂屋呢影响不大。挂了头。好。大概就是这个点，那边这2个点
用线连起来就可以了。现在就需要把这些点全部固定起来。它的柱头有进气点，有出来点的，有进气点的，有出来点的。边上两个什么？距离立柱将近有1.1米左右。木房子啊，它是有点变形的，所以说这个尺寸啊，并不是特别的标准。我们现在已经把尺寸给固定下来了。两边的立柱距离这边的砖墙是1.1米，相当于啊，我们这边扩建了1.1米的外墙出去。这个桩就给它固定起来。排污管道呢，我们是沿着地梁的边上去走的。今天清水江的江面依然是很安静。这边的基础啊，我们已经全部做好了。这2天要浇水保养，等完全凝固了之后啊，我们就开始要砌立柱的砖上来了。现在整个院坝堆了很多鹅卵石，乱七八糟的。昨天呢，我们又拉了一些旧模板过来。买新模板价格太贵了，我们买2手模板，成本呢要节约一些，用起来完全是没问题。基本上厚一点的模板可以利用4、5次左右。我们买的是第2次使用的。我发现啊，这2箱蜜蜂到了下午，它们特别的暴躁，飞来飞去的，整个院子啊都是蜜蜂。但是早上呢又特别的安静，可能还是根据温度啊有关系。看早上它们就停留在蜂箱门口，我们天天从这边进出啊，不影响它们，它们也不会蛰我们。其实大家不要怕。你到里靠，到里靠。到里靠，你到里靠就到了，到里靠到那是吧？可以。这栋木房子要加宽的轮廓已经出来了，我们先打了一个垫层，然后呢，明天开始扎钢筋、装模、打地梁了。这边是前2天挖出来的基础，在这底下呢，用混凝土打了一个垫层，并且把位置全部都已经固定下来了。这边呢也拉了一根线。这边发粪池还有洗脸盆的位置，整个卫生间的排污管道已经全部预留好了，包括这一间，从堂屋里面延伸了将近50公分左右，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垫层，全部挖好了地基。明天呢，这边全部都要扎上钢筋。
这里面就是全部封砖的。整个卫生间做好了之后，里面是宽1.5米，长度的话接近4米。门的话是留在这边，那边全部是封闭的。这边是一个洗脸盆，这里呢是一个地漏放洗衣机的地方，这边呢是马桶的位置，再过去呢是一个干湿分离的洗澡的地方，里面呢是有一个灯便器的，水是洗澡了之后直接从灯便器流出去。别看这是一栋木房子啊，但是改造的工作量还是非常大的。我们的排污管道呢是直接从这根地梁的下方走，靠近立柱的位置啊，我们也是要做一根圈梁的。排污管道呢一直接到这个位置了，所以我们的化粪池呢以后可能会留在这个角落。这栋房子啊，进深将近有6米多左右，我们要从中间做隔断，所以要从木房的两边加宽出去，背后呢是加宽1.1米，前面呢加宽接近也是1.1米左右，相当于啊整栋房子的进深达到了8米多。从中间隔断的话，一边就有4米多。开间呢也将近是4米，4、4、16个平方。差不多啊，在农村来说，这样的房间完全是够用了的。整个堂屋背后呢，我们把墙板拆掉了之后，就是这样子的了。砌好砖之后，这面墙呢又全部封起来了。整个堂屋呢占用了一点点的空间，以后呢留这么宽的堂屋，基本上也是完全够用了的。这个老人啊，又来看我们做工了，每天都是这样子的，他一天要走好多遍了。今天江面的漂浮物比较少，可能底下在放水了。现在我爬上2楼，给大家看一下2楼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。现在有个问题啊，急需去解决。以后2楼装修出来是有一个大房间的，那这个房间呢，我们考虑的是后面呢保留这个高度，但是前面呢，我们准备给它升高，这个样子呢，整个房间要更好用一些。实际上啊，这是我们整个湘西建木房子啊非常大的一个问题，因为老百姓呢2楼是不住人的，所以上面的楼层高度呢基本上不考虑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顶这边呢就特别的高，两边呢特别的矮，是一个斜角，所以呢走到这个位置啊可能会碰到头，而且在整个房间里面呢看不到河面，所以我们就想到要把前面给加高，那这样子2楼呢就好用一些。但是2楼加高了之后，我们的楼梯该如何走上去呢？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。我们现在就考虑啊，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解决，总是这样子爬木梯啊，上上下下挺不方便的。因为整个堂屋这边呢，我们以后是不铺楼板，所以要从堂屋经过的话也是不可能的。整个堂屋的顶呢是这样子开放式的，楼层高度非常的高，这样子一点都不压抑，所以这边是无法从这2个房间串联起来的，只能通过外面去走，这就非常麻烦的一个问题了。改造木房子啊，确实需要考虑的地方非常的多，如果稍不注意啊，改造方案不好的话，以后在这边生活起居是非常不方便的。我们每做一个地方都要经过仔细的去考虑。现在最大的问题确实就是2楼的这2个房间如何走上去。
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期的视频暂时为大家拍到这里吧。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还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